年进来，22年就拿台湾区，23年就拿世界冠军。坦白讲，我已经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了。24年我就准备要退休，就今年，这是他最后的一部影片。你的心态是不是这个样子？淡淡的皮革感了。哇，不愧是里奥社长，这其实皮革感是我运用在这一瓶里面的一个小巧思。是真的有皮革感啊！我的天啊，哇！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酒的地方哪里舒服？漂亮。欢迎收看李耀社长来啤酒，我是李耀。有啦，你刚刚抖一下是想要一起舒服是不是？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我们2022年以及2023年世界琴酒大赛的冠军，咱们的安薛佛，欢迎。嗨，大家好，我是安薛佛，也是我们人称的琴酒小姐姐。嗨，你想要一起舒服吗？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酒的地方就有安薛佛。哎，你不可以改我们的。哪里来的调酒师还会做效果？安薛佛呢，他其实一开始并不是琴酒的调酒师，他在最早的时候，他其实只是一个学生。大家都是吧？是。他在当学生的时候，他是在法国巴黎就读，而且他就读的这个学校其实是时尚学院，对不对？所以你一开始学的并不是香水师这个职业，并不是，你学的是服装设计管理。你现在其实你的本业就是香水师。是的，而且其实我跟安薛佛算是同行，那你知道我是什么吗？调琴师吗？我是调戏师。顺便介绍尤拉新职业好了，鱿鱼丝。到底香水是在做些什么了？我们的行业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什么意思啦？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想象跟我们梦到的一个画面或一个作品，用香味的部分去当做颜料呈现出来。我们用一般世俗的就消费者来认定这个香水啊，一瓶香水它大概要多少的香气所组成？少到100-200种，多到1万种都有可能。所以一瓶香水里面它可能几百种去组成，所以你要对几百种的它们的组合出来的香气，最后呈现出来那个风味，你要去判断呢。比如说，你要把芭乐、莲香蕉合在一起会变成什么样的味道，你不知道啊。我们要经常训练我们的这叫做嗅觉的建构。所以香水师的嗅觉要好，味觉不一定要好，对不对？因为香水不能拿来喝，嗅味觉其实是关联的。所以香水调完以后你要拿起来喝，是不是？以一个留着胡子、长相帅气、幽默、有才华，你认为他身上所散发出的那个香气是什么香气？里奥社长的味道。对，就是我。难怪社长在后台偷给安老师红包，就是为了套这句话吗？如果你要专门为我调一个香水，是什么样的味道？因为里奥社长他是酒界的，所以呢，其实我们觉得里奥社长的味道多少都会带一点橡木味，肤色有橡木感，这差不多是过桶3个月的版本。所以其实看到我就跟看到500公升的橡木桶一样，圆圆滚滚的意思，对不对？觉得可以加一点白麝香，是不是很适合男生？白麝香是什么东白西？麝香是调情用的啊，女生一闻就浑身发软，哦，真的哦，有这是不是种东西吗？有发情的作有用？发情的作用。好啦，不用100-200种了，这2种就给它做下去。我那个明天马上帮我买1箱。你是在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下投入调酒这个产业？其实一开始就是朋友介绍，那带去酒厂试试看的概念，就是帮酒厂试一下他们的酒，那看看有没有办法 blending 一些威士忌桶啊，或者是琴酒啊等等的。那慢慢的就开始深入这个制酒的一个领域。你在学习这个香水师的过程之中，你原本就有在喝一些威士忌啊，或是烈酒吗？其实没有学习的过程之前就有在喝一些，还是学生的时候？对，多多少少就是一直都有在喝一些。原本就喜欢啊。然后，所以你投入了这个行业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制酒的话是2021的年底，然后2022年你就拿下台湾区的冠军，对，2023年你就拿到世界琴酒的这个冠军。所以你当进来这个调酒行业，你才发觉原来调酒这么简单。不可以。我21年进来，22年就拿台湾区，23年就拿世界冠军。坦白讲，我已经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了。24年我就准备要退休，就今年，这是他最后的一部影片。你的心态是不是这个样子？没有，我还没办法退休。我听说当年你去拿奖牌，就一个人去伦敦领奖，自己买机票去。对，而且你去了这个颁奖典礼的场合，是你事先根本不知道你会不会得奖，对不对？而且这是疫情后第一场真的公开的领奖典礼。他发邀请函给你了，你为什么要自己买机票？你又不知道你会不会
得奖，去干嘛？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全你世界是去玩吗的一个盛事。你根本就不会知道你会不会得奖，你怎么会但你有没有去把握？没有哎、啊，那时候没有把握就这样冲去了，对真的是去玩的。因为就是第一场就是疫情后的一个盛事，所以之前都没有参与过。因为我一开始做酒就是已经在疫情期间了，所以就没有机会去参与这种 global 的琴酒盛事。是，所以这一场也是抱着就是去看看这个琴酒是到底全世界的概念啊、方向啊、市场趋势是怎么样。英国也是琴酒的大国，对，认识蛮多前辈去对交流。对，其实就是抱着这个心态，而且我其实是坐一个离讲台最远的桌子，而且我还在跟旁边聊天。对，而且他本身人身高又不够高，所以要走很久。所以那时候你拿到冠军的时候，其实你那时候其实非常讶异，蛮讶异的。就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对，而且就是荧幕跳出来是旁边的人跟我说好像是你，然后我就吓到。所以其实这主办单位也蛮妙的哦，他邀请了这个参赛者过去，然后他邀请你来，可是你要自付所有的餐费，你要自己付，也要付啊！颁奖典礼门票很贵，你要自己去买机票过去机加酒对。但是如果你是然后还有门票当地英国伦敦的参赛者，你要参加这个晚宴，你还要自己买这个晚宴的餐费。对，这个比赛厉害哦。安薛佛老师差点成为被薛佛。那如果你本人没去的会话，挣钱他这个讲座一样还是会给你吗？它是真的全世界，那所以你说得奖的大部分会去参加的会比较地缘性，会欧洲跟英国比较多。那其实亚洲去的人数真的很少，去参加这个典礼，我觉得典礼还蛮公平，世界琴酒大赛也蛮公平的。它是每一年基本上不太会有相同的国家得连续2年，这个历史上还没有。你可以今年用台湾啦，然后明年用中华台北啦。其实我觉得这个点还蛮感动的耶。因为我其实，在得奖的时候，下面也是有中国的朋友，它上面的写是 Country Winner 台湾，然后总冠军也是台湾，一刹那有种身负一个小小的使命感的感觉。那既然你都已经拿到世界冠军了，所以其实我们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制作琴酒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最困难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天气对于制作蒸馏酒类的商品其实都不是太友善，除了蒸馏房里面的酷热之外，那我们的 Angel Share 还有一些我们的 taste， 人体其实在各种不同温度下面的 taste 是差很多的。没错，所以我们要在40度的蒸馏房里面，要想象我们如果运到英国去，它是0度的状况下品饮你这个酒会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要运用很多的想象力跟忍耐力吧。但一般来讲，我们讲说酒精度数的这个校正是20度，所以通常一般都会在温度20度 C 以下去做品饮，因为20度是酒精度正负误差，是不需要去增跟减的。我的琴酒的概念是以香水的概念为主，所以其实里面每一瓶几乎都有20几种原料在里面。蒸馏是分成不同的区块蒸馏，这每一批蒸馏出来，你不可能要等它放凉到20几度才可以。所以当下你在出机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决定这个风味到底可不可以 ，O 不 OK，然后马上又要再制或者是添加或者是做什么处理。是，那讲到现在，我们边喝边说嘛，对不对？啊，这可以了吗？所以当然好要久哦。我们要先喝哪一瓶酒？那我先介绍我第一个作品，在2021年底制作，那在22年得到世界琴酒大赛台湾区冠军的一瓶琴酒，这样子。为什么它是紫色的？因为它是以一个经典的琴酒调酒叫做 Aviation 的一个调酒的系列去做发想，所以我把这个调酒解构之后呢，用紫罗兰、佛手柑，像是后面有一些檀香、沉香、玫瑰等等，放置在这瓶酒里面。那因为这瓶酒其实是当初在疫情期间生日做一个纪念的作品。那我的生日在夏天的结尾，所以这个琴酒我们也叫它生如夏花。生如夏花是一个诗人的诗句，就像夏天开的花一样，你就是要尽情的绽放。太美了。好特别哦，做琴酒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就是你每做一批琴酒出来，它的数量都非常非常的少，对不对？几十瓶甚至几百瓶，对不对？但这就是要介绍一下我们手工琴酒跟一般量产琴酒的区别。因为手工琴酒其实很难做到量产24小时不停的蒸馏。那手工琴酒通常是比较可以运用到多种不同的原料，然后跟特殊的原料去制作。那小批次的就是为了控管各种原料蒸馏出
出来的表现的风味。就可以纯饮哎。我们在香气的那个层次的堆叠，这个花香味、佛手柑的感觉，淡淡的皮革感的。哇，不愧是里奥社长，这其实皮革感是我运用在这一瓶里面的一个小巧思。是真的有皮革感啊！我的天啊，哇！再次验证了，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喝这支酒，因为这瓶就是第一支作品，所以就是以一个香水会常用的各种原料，所以皮革其实也真的香水会在里面有的原料。然后有一点那个海风吹拂过来的那种感觉，那种咸感。它闻起来真的比一般的清酒有趣太多了，真的蛮有趣的，它的风味就是很丰富。这里面有加了一个比较有趣的原料，叫青花椒。我喝起来辣辣，是因为青花椒吗？对，它的这个青花椒的那个麻感是在你的舌头的中后段这边的麻感出来。毕竟那个香水师他希望我们喝进去的时候就有那种酥麻的感觉。你这里面没有加那个白麝香吧？其实我有用一些原料去仿做白麝香的感觉，因为琴酒它还是得要用100%的这个我们讲原物料，天然的食材，可食用的东西，它不能用化学的东西去添加的。那时候发多少瓶？200多瓶，但现在应该都已经买不到了。现在只剩6瓶，上节目用的，要再重新制作。谢谢大家的爱戴。而且我觉得那个手工琴酒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手工琴酒，它是小批次，所以它的这个每一瓶的这个琴酒的价格其实都标得非常非常高。多高啊？都不要，一瓶大概都要在2-3千块左右，跟一般大厂你想量产几百块不能相比，它是手工琴酒。我觉得味道也有差异耶，它这个感觉就整个很精致。我们刚刚说我们有20几个原物料，就算分成7个品项去蒸馏，第一次蒸馏完7次，那我们第2次在调风味的时候有多有少，有增有减，或者是要添加什么，再蒸馏一次，所以这一瓶制作下来，最终的手工程序会到40几个步骤。访问到现在觉得挺可惜的，就是世界琴酒冠军应该要去做量产，给大众消费者都可以喝到的那种感觉。未来有机会，我觉得真的蛮没人才。对，每年就做几百瓶，然后就这几百个人可以喝到而已。应该是要全世界的人没喝到，太可惜了。对，应该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喝到才对。应该最起码每一批次都要出2-3千万瓶给全世界的，才能了解到我们世界琴酒冠军，我们台湾冠军厉害的地方，好不好？准备投资了吗？我已经帮你找好干爹了。麻烦。调戏师说的话能信吗？其实我们要真的以香水跟琴酒做连接，是我们开发这个香水师琴酒一个非常主轴的一个核心的概念。所以第一瓶现在才终于生产出同样风味的香水。其实我刚刚有抽喷，这是香水啊。对，所以你做了琴酒以后，然后再出同系列的香水。对，我们欢迎里奥社长来试喷一下。所以这瓶香水也有跟我们刚刚说这瓶里面有同样的佛手柑，然后玫瑰、紫罗兰，然后檀香、沉香都在里面。这太女性了，就是很女性。它后面那个檀香味还蛮明显的，好舒服哦。你说香水也有后调啊？对，什么是后调？在身上会分成前中后调。前调是我们现在一喷出来，会直接刺激你的鼻腔的有个性的感觉。中调是这瓶香水主要是紫罗兰跟玫瑰，所以它就是一个骨干，一个整体架构。那后调就是半个小时之后留在你身上的一些木质调啊，一些底蕴的味道。所以我觉得你的前中后调应该就是你刚才说第一个是兴奋嘛，兴奋。中调是好兴奋，后调是哇太兴奋了。喷完香水以后，每次就遇到朋友的时候，你问问看是不是很兴奋？你有没有兴奋到？应该是前调让自己兴奋，后调希望让别人兴奋。难怪人家说喷香水的时候就也是一种调情的方式，对不对？非常非常棒，这样。我们频道的宗旨就是让别人舒服，但你是让别人兴奋，哇，太棒了。可以又舒服又兴奋啊！不愧为世界冠军，果然是京剧连发的调情师。第二瓶想要介绍给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来介绍这一瓶我们台湾唯一一个得到世界琴酒大赛总冠军的。那我们现在的标签是因为已经周年庆了，所以我们换成一个，这个也是安老师手工绘制的。哦，这是你画的，是不是？对，其实这瓶最主要就是第一瓶，所以它是总体是花香调为主。这瓶其实完全没有加任何花香的元素在里面，它主要是马鞭草，然后台湾的有机的小绿藻，后面是台湾的肖楠木。这一瓶总体你想要给观众朋友感受的是什么？这瓶
瓶酒的发想其实想要做一个忘忧森林里面参天大树中又有池塘照应的感觉。我觉得听安老师这样讲，我觉得他可能是走神圣路线。其实这瓶还有另外一个实际的层面，是配我们高级日料里面的生蚝跟那个沙西米。扑鼻而来很明确的就是完全是木质调性，眼前有那种纯白的云朵浮现出来，很轻柔的感觉。我觉得其实一个香味会对于整个氛围是会改变的，所以像刚刚大家都还蛮兴奋，现在大家就默默的喝这瓶。没有啊，他可能还是在兴奋中哦。人家一般都是黄金7秒半，对不对？我是维持30秒。我以为你是70分钟，那是什么东西？我是说好喝的感觉。这一款酒的话，口感的感觉就是比较偏向于温柔、细致，比较恬静的感觉。所以这款酒跟这款酒完全调性差异非常非常大，它是非常非常奔放，它是非常非常恬静。我自己喝起来是觉得它闻跟喝的那种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喝下去的时候，那个马鞭草那种比较柠檬的感觉，那我就觉得说，哦，整个突然人就清醒起来。其实我在好奇，因为你说这款酒是属于这个世界冠军等级，如果我是评审的话，我为什么会给它世界冠军？我觉得它香气特别，我觉得它是细致，花香味、细草味，然后还有一些朝露的感觉，它给你很多感动。这个感动是在脑海里面的，是内部的。是评审他们就是特别喜欢那种天然的感觉，因为它给我一个就是真的给我满满大自然的一种对，它有朝露感，很轻柔，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它大自然的力量。毕竟我们是都市的小孩，来到了这个野外，那种兴奋，那种感觉。你看，就是兴奋。这个兴奋是内敛的兴奋，会不会太浮夸了？第3支的话是你近期的作品，对不对？对，这支是我近期的在2024主要发行的一支作品，叫天龙国。为什么叫天龙国？有钱钱的味道吗？我是台北人。我也是那就跟你说了，放手不要再听你的借口。为什么你说你是台北人，然后你想要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的一个清酒，对不对？因为志平得到世界冠军之后，就有一点想要落叶归根的感觉。天龙国的概念其实就是一个对台北的反讽，大家都追求一些台湾元素的东西。那其实台北说实在是一个人口最多的地方，但是好像大家都觉得台北就是这样，大家都很忙在这个城市里面。那其实台北有猫空，有我们木栅正统铁观音，刚好也是家族上面跟这个有点关联。所以我们运用家族的木栅正统铁观音的这个茶叶去打造这一瓶清酒。那这瓶清酒跟其他2款有点不一样的是，其他2款是用香水的概念，所以它着重在前中后味不同层次的堆叠。那这瓶就是用正统的铁观音去做解构，解构完了之后呢，那我们再用其他元素去表现铁观音里面品茶的时候的感觉。它有很明显的木质的檀香熟成茶的感觉很浑厚的这2款酒是属于轻柔的，它这款酒是厚实琴酒原来可以玩出这么多美妙你这是调出紫色嘛？我希望你2025年的时候可以为我调一款蓝色系，因为毕竟我喜欢蓝色，我希望你可以往我已经调出来，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早就命中注定所以其实你早就有蓝色，是不是？对，这个编号是78号，我有看错吗？87号。正如同社长所说，命中注定。其实这瓶是小绿藻，那这瓶我们用台湾的蓝藻系列，真的蓝色的一个呈现，已经有了。它是蓝藻素，是用蓝藻的萃取去加进去的。这个蓝藻素第一次帮他们实验，所以它活着才会有这个蓝色的感觉。对，琴酒它其实变化很多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的平淡。所以我觉得观众朋友除了喜欢我们喝威士忌，然后喜欢我们喝高粱酒以外，还有包括葡萄酒。各位观众朋友，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试试看琴酒，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安学佛能够在我们的社群里面，搞不好可以干嘛？就是开品酒会，带领我们各位一起来欣赏琴酒的美好。门票不贵，2500块就好了。2500块进来听我们讲琴酒，然后顺便带1瓶琴酒走，等于是你花2500块，其实是跟我买酒啊，便宜耶！对啊，而且还可以看到漂亮的安老师本人。对，而且我们一次只收99个名额，因为他只做99瓶就没了，所以这一场所有的人就一次卖完，刚好。前面说帮安老师找好干爹，原来数量还不少，有99位。是专属给里奥社长的因为像是这瓶99瓶，当初1个礼拜就售罄，1个礼拜就卖完了。对，你还特别留给我。对，没想到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的崇高。这样讲吗？他没有这样讲吗？心中是心中，但眼中的地位可能要站起来才知道。好了，各位，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喜欢我们的频道，喜欢我们的安老师，记得要去干嘛？去订阅，然后还要去我们的这个粉丝团去按我们安老师的赞。有机会的话，我们就邀请安老师来帮我们办琴酒的品酒会，在我们的品酒教室里面，然后一起来欣赏
琴酒的美好。他们要怎么报名呢？一定要加入我们的里奥社长的赖社群里面，对不对？对，然后记得我们有通关密语哦。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然后下一句是什么？如果你输入有酒的地方就有安薛佛，我一定把你踢出去。欢迎你的加入，一起来赖社群，跟我还有跟尤拉一起聊天。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要干嘛呢？按赞，好不好？我们的里奥社长来宾为什么只剩下按赞、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你现在看我影片应该就是订阅了啦。我们里奥社长来宾就下礼拜见，拜拜。